為什麼在中國，外國人能不能留下來，從來不取決於法律條文，而取決於某一位官員喜不喜歡你？當權力可以隨時點頭，也可以隨時反悔時，這究竟是一種行政管理，還是一種情緒管理？為什麼中國文化對陌生人的第一反應不是規則，而是懷疑、防範，甚至恐懼？一個社會如果長期依靠人情而不是制度來運轉，它究竟是在保護秩序，還是在制造不安全感？在大明朝的邏輯裡，是不是只要禮物夠重，連異端也可以變成上賓？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在這一章節裡，表面上講的是兩位傳教士如何獲准進入中國，走向浙江，但真正值得我們反覆咀嚼的，並不是成功，而是成功背後的邏輯。為什麼每一次進入中國，都必須依附於官員的私人好感，而不是公開穩定的制度許可？為什麼一次居留的成敗取決於送什麼禮，站隊哪位長官，有沒有熟人牽線？在這裡，信仰並不首先面對真理的考驗，而是要先通過權力、面子和人情的篩選。更絕的是，這些西方人終於悟出了中國官場的社交密碼。他們不僅學會了行賄的藝術，甚至還給自己取了字和號，試圖從起名開始去洋化。本章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式秩序並非以規則運轉，而是以關係流動。外來者要想生存，必須學會謹慎、隱忍，甚至不斷自我改造。這正是中國文化對一切異物的經典處理方式，也是理解其長期封閉與高度不信任外部世界的關鍵一環。究竟是上帝的旨意，還是對中國潛規則的精準拿捏，才讓這群外國人獲准深入大明帝國的腹地？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讓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第8章，另外2位傳教士獲允來中國訪問浙江。范禮安神父始終非常關懷他親自組織的這次中國之行。當他被任命為印度的大教區視察員，並不得不放棄他和日本使節同赴歐洲之行時，他就致力於充實中國教團。他作為宗教領導人的長期經驗，使他能夠用適合情況的命令和教誨去處理和控制形勢。他得到了順利開端的消息，即成功地進入中國，長期定居，新蓋屋舍，還有福音和福音傳播者所贏得的巨大威望。這時他首先禁不住要感謝上帝這位一切恩惠的源泉，然後就要為教团的进一步鞏固做出安排。他的第一步行動是任命葡萄牙人孟三德神父為教团監督，這是個老成持重並具有其他可貴品質的人。然後他撤銷澳門神學院對中國教团的管轄權，使之只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区長的領導。當時孟三德神父入耶穌會已有若干年，他從葡萄牙抵達印度，同行的有那些一直為中國教區工作的人。他的助手葡萄牙人麥安東神父於前一年從歐洲到達印度，是個年輕人，有才能和品德，虔誠而熱心於拯救靈魂。通過印度總督梅尼斯，范禮安神父獲得以天主教国王名義頒發的年金，用來支援中國教團，並且還做了如下安排，也就是這份津貼由最接近中國的馬六甲銀行支付。當他把這2位神父從印度送往中國時，范禮安神父致函給肇慶的神父們，要求他們為新來者進入中國做好準備，但在這樣做時要小心謹慎，避免任何可能危害教團整個利益的事。當時2位神父不得不在澳門等待進入中國的機會，他們要準備好在肇慶的人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以免經常往來澳門，從而加深中國人的疑心。孟三德和麥安東2位神父於1585年7月底到達澳門，有關職務的指令由视察员神父從印度送來，他興趣不衰地堅持他的長遠計劃。這可以從他的屢次來函和指令中看出，他們表明了他對神父們的熱愛，並鼓勵他們在委付給他們的艱難工作中要滿腔熱情。所有這些信函都保留在供今後參考的檔案中，這裡重述就會太冗長了，也不完全符合本書的目的。教团的神父們
接到視察員神父的信件後，就請求他們的保護人领西道允許一位新人住到他們的家中来。然而因為有总督在，所以他有些擔心，說两人都可以來訪問，但他們必須在幾天之後立即返回澳門。幸好總督本人剛接到朝廷來的信息，命令他購買澳門商人的精美羽毛，並尽速呈送皇帝。於是長官把羅明坚神父用一艘相當大的船送到澳门去為總督採購。他返回時把孟三德神父帶了來。為贏得總督的好感，信赖者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總督，送他一份歐洲的珍貴禮物。最使他喜歡的是我們曾提到的玻璃棱鏡，他很久就想要一個。當長官問神父打算什麼時候返回澳門時，他回答說，如果大人樂意的話，他願意就和他們的同伴留在那裡，否則的話，只要一通知他，他隨時可以回去。長官問，為什麼你不向總督申請？他會把批准送回給我，那我就能夠答應你的請求了。於是申請書就按照指示那樣遞了上去。不過他並沒有被送回教堂，也無从知道他是否被那些負責呈送這類申請的官員所扣留，亦或已經上呈總督而被總督扣押下來。長官聽說這件事，表示同意讓孟三德神父住下来，但條件是教堂的人員不得再增加，总督所需的貨物必須以高於澳門商人所曾同意的價錢購買。長官並用幾盎司的銀子償還神父，以彌補他們的損失。在傳教士們取得新的勝利時，唯一使他們不滿意的是，麥安東神父仍留在澳門，等待就任分配給他的職務。這時，感謝上帝的旨意，他的進入中國進行的比任何人所希望的更加容易。我們已經指出，第一個和我們相识的長官升了官，就被任命接替他職位的官员是我們這位大保護人的浙江同鄉鄭一林，而此時他正打算到北京去做每3年1次的述職，朝見皇帝，這是他的職位所要求的。有一天他到我們教堂出席盛宴，這本身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官員常常來訪問，但在宴會時，他通知神父們說，他有意要一位神父陪他去北京。不過他的手下有人勸告說，帶一位外國人去首都可能不安全，因為這時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員都聚集在那裡，所以他只得改变主意。但是他補充說，如果神父們願意遠去他的本省浙江，那是沒有問題的。這正是他們所期望的，因為他們曾奉教會视察員之命，要盡可能開創新的教堂。這樣，若是有更多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便不會引起那麼多的猜疑。那時如果發生什麼事，可能迫使我們關閉一所教堂，也不會使整個布道事業就告結束。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個立足點，已經進行了長期的奮鬥。如果我們被迫不得不再重複這項事業，那或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長官的邀請便欣然被接受了。监督指定羅明坚神父去做這次旅行，指定麥安東為同伴。奉長官之命，長官不在时的代理人，也就是第4位助理官方应时，把證書送給了羅明坚神父，授權他在浙江、湖廣及附近地區旅行。羅明坚神父第一個行動就是到廣州去購買旅行的必需品，這費了2個多月的時間。他並且和碰巧當時也在那裡的他的旅伴進行接觸。幸好，當葡萄牙商人霍允進入廣州時，大市集正在進行，於是再也忍耐不下去的麥安東神父便隨他們一起前來，看看他能否為在中國居留找到什麼辦法。很容易想象得到，當他聽說他已被選擇不僅是居留，而且還要深入中國內地開闢新的居留點，他是多麼的激動和高興了。此外，他還得到保證旅途平安，花費很小，或者根本不用花費。這次旅行的後一階段的實現完全是偶然的機緣。我們的老朋友領西道有位兄弟攜帶大量盛產於浙江省的絲綢和其他各種衣料到廣州的市集來，他原打算把衣料賣完馬上回家，但因為得不到他所定的價錢，他在廣州停留的時間不得不比原定的更長一些。最後是通過我們這些神父，葡萄牙商人按他的要價購買了他的貨物。我們在這裡要順便說，只要是有助於宗教事業，
葡萄牙人從不吝惜花錢，或者怕所得減少。為了報答這份情誼，也由於我們和他兄長的友誼，這位中國的實業家就帶神父們坐上他的船，平安地送他們到浙江省，到了他的老家紹興，也就是我們頭一位長官和现任長官的出生地。這個地名和我們最早居住地的地名很相似，也就是紹興和肇慶很相似，但在中國語言中音調稍有不同，就常常表示意義上的極大差別。神父們出發前必須做的種種安排中，有一件事在這裡要特別提一下，因為這是第一次採用它作為一種普遍的辦法。在本書的第1卷已經提到，中國人有幾個名字，但他們的真名或本名是從不使用的，除非長輩稱呼，或者他自稱或簽名。事實上，破壞這條規矩就會傷害被稱呼的人，因此每個人都取一個附加的、更體面的名字，別人就用這個名字來稱呼他。直到這時，神父們始終用他們的本名，僕人和家人就這樣叫他們。說得溫和一點，中國人認為這是很不文雅的。因此，為了使自己能應付各類人，使靈魂歸依基督，他們採用了取一個所謂尊名的習慣。如果他們要在一支不懂得基督教的謙卑的不信教民族中維持威望，那麼這確實是必不可少的做法。從此以後，所有我們到中國去的傳教士，在進入之前都要取一個尊名，使他看起來好像是神父們早已經有的名字。抵達浙江省的紹興鄉村時，他們受到領西道一家的款待，住進家宅的套院裡，叫做家廟的那部分，那是個非常合適的住處。家宅和家廟只共用一道門，這證明是合一的安排，把前來看洋人而又不屬於社會高階層或知識階層的各類人等拒之門外。這個城鎮儘管不是省城，始終算是該省的重要中心之一。它以商業貿易，同時也以坐落在一灣清水湖中一座島上的獨特位置而聞名。在這方面，它使人想起威尼斯。它也以學者輩出，並且是大批知識階層的薈萃之所而富有盛名。在這所房屋裡受到款待期間，大家經常談到基督教，但沒有多大效果，因為一位神父完全不懂中文，只能默默地聽，而另一位只能拼命對付，說得結結巴巴，只有個沒經驗的老人當翻譯。領西道的白髮老婦受了洗，被接納入教，另外有2-3個夭折的嬰孩被牧以超度的洗禮水送往天堂，全然沒有知覺。整個城鎮好像是很高興神父們到來，當地的長官特別高興，他和羅明堅神父發展了很好的友情。領西道在這裡公開宣稱自己對客人的欽佩，這是一件令人歡欣的事，因為這使神父們相信他們已經有把握擁有教會的第2個駐地，而這個駐地是在中國的內地。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2卷第8章，另外2位傳教士霍允來中國訪問浙江，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